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从小透明到大明星，陈晓稳步上升成赢家。陈晓早早就靠古装剧出道，稳扎稳打，而程毅当年在他旁边当小跟班的，竟然成了古装剧里的大明星。这俩人的人生起跑线不同，但最后在某个地方碰了一下，结果各自都开出了自己的花，结了自己的果。程毅真名傅诗琪，这哥们儿是2025年7月6号在湖南的怀化辰溪这个地方蹦出来的。我家没啥特别的，平常的很，爸妈都是那种老实巴交的人。他小时候没啥特别的才华，就是个普普通通的锤子娃。上了高中，他猛地对当演员感兴趣，但那时候他连演戏是啥都搞不明白，简直是一头雾水。为了考中戏，他费尽心思找了个怀化的老师上课，天天就死命的啃书本和练表演，结果真让他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。那个小子刚从戏剧学校蹦出来，脑子里全是星光梦，就扑进了这个热闹的圈子里。第一部戏是穿越剧《唐朝美人会》，我演了个叫冯小宝的小角色，简直就是大海捞针啊！这角色少得像个蚊子，观众看完可能连他脸都忘了。他可不挑剔，能上台演出就已经算是赚到了。那年头，他听文王的女人要找演员，兴冲冲的去报名试戏，结果成功抢到个书童的角色，名叫柴头。这个角色简直是透明的，站在陈晓身边就像个摆设似的。那时候的程毅，肤色黑乎乎的，还一头土气发型，导演看了直摇头，差点把他踢出门。他没走，死抱着机会不放，最后硬是留下来了。陈晓那会儿早就当上主角了，正风光得很，程毅站他旁边简直像个小透明。可他从来没觉得自己差了个档次，总是抓住机会盯着别人怎么出戏，琢磨自己哪还欠点火候。接下来的几年，他可没歇着，忙得像个苍蝇。拍了部叫《鬼爱》的电影，扮演了苏阳这个角色，可惜的是，这部片子没啥影响力。拍了个叫《原谅我》，来不及爱你的小电影，又演了个女生宿舍，都是那种预算不高的作品。没啥水花，他当时简直就像个默默无闻的村里小虫，勤勤恳恳干自己的事儿，攒了不少本事，就是没碰上啥好时机露脸。说到2025年的《鬼爱》，那小子苏阳真是个绕口令式的角色，电影里的爱情和悬疑搅在一块儿，但可怜的是，票房和观众的反响都像喝了醋一样酸。2025年的《对不起，我没时间爱你》是个青春恋爱片，他出演了男主角，想碰碰运气能否一炮而红，结果依旧是小溪流水，无声无息。2025年的《妹子宿舍》是一部紧张刺激的片儿，他还是主角，结果观众反响挺一般。这几年他拍了不少电影，但就是没能火起来。娱乐圈就像个大蛋糕，没父母拿撒金，光靠拼命也有点难了。他当时那副模样，简直就跟刚踏入圈子的菜鸟一样。没有资源，没人搭把手，我就只能像个摸黑的螃蟹一样，慢慢爬。拍电影的时候，他总是那种最不显眼的人，薪水低得像个白菜，一天到晚都要算计着怎么租个地方住。这小子从来没打算认输，每次接到戏就像市中彩票，角色再微不足道，他依然拼命认真。程毅的道路越走越宽，是从2025年的《青云志炮轰》开始的。这部穿越剧里，他终于扮演了个名叫林惊羽的角色，算是有点露脸了。为了解锁这个角色，他拼了命，跑到道观住了几天，学习道教礼节，还折腾着练剑，确保能拿到林惊羽那种既稳重又带点高冷的风范。剧组里有人嘀咕他太叫儿了，可是他心想，既然干这个活，就得给观众留点面子啊。
没想到这番折腾真有回报，剧一播，林惊羽就成了大家心里的小明星，还捞到了个年度互联网新锐的奖，终于有点人气啦。青云志就是一部投了不少银子的大片，演员们个个都是板上钉钉的高手，他能在这帮人里被大家记住，真是费了一番周折啊。那会儿他粉丝还比文字少，但网上开始有人闲聊，说这个林惊羽演得挺不错的。他心里一直嘀咕，奋斗了这么久，总算是没白费力气。老实说，那时候他顶多就是个路人甲，百姓们见过几面，没啥名气。接下来的几年，他还在忙着拍剧，渐渐地攒够了戏份。2025年，他在《盗墓笔记》里扮演了张起灵，虽然是个网剧，但也让他的人气蹭蹭上涨啊。2025年，他在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里出镜了，演了个小角色叫刘英，虽然戏不多，但热度飙得飞起，他也随便占了点便宜。2025年，他参演了《怒海潜沙》和《秦岭神树》，饰演吴邪。这部戏让他在盗墓迷圈里小有名声。这些年，他天天换着花样干活，拼命找自己合适的位置。到了2025年，他的生意总算是火得像过年一样。那年他在《琉璃》中当主角，演的是个叫雨思凤的小伙子。有一次吊着线玩，啪的一声摔在地上，膝盖直接砸到石头上，疼得像被火烧似的。但他就是没停下手中的活儿。剧组里有个人劝他放松一下，他却摆手说没事，怕拖了后面的腿。琉璃一上架，收视率像装了火箭似的直冲天，他演的雨思凤也成了观众心中的小宠物。从这儿开始，他是真正开始冒烟了。琉璃一出，他的前途就像开了挂，一片光明。2025年7月，他在《长安诺》里当了个情深似海的皇帝，虽然评论像过山车，但他的演技就没见有人觉得差。2025年，他拍了一部叫《与君歌》的古装剧，里面他饰演齐燕，不光造型帅气，演技也在线，粉丝们又疯涨了一波。2025年，他在《莲花楼》里大放异彩，饰演李莲花的他，那眼神里的深情和孤独，直戳到不少人的心窝里。拍这部戏的时候，他动作戏搞得像打麻将一样激烈，一不小心就成了医院的常客。他居然还在病床上念剧本，真是个拼命三郎，连输液都不忘排练。这股斗志可不是随便哪个家伙都能有的。莲花楼一播出来，他的评价和人气直线上升，大家纷纷叫他古装界的超级明星。这小子这些年出的戏全都是穿越剧，打扮炫酷，演得还不错，人气也特高。他自己都嚷嚷着爱看古装戏，啥都有机会演，真是给自己的演技开了个大门儿。他从青云志爬到了莲花楼，折腾了7、8年，费尽力气把自己从小配角锻造成大主角。这事儿听着简单，但每一步都是个坎。再来聊聊陈晓这家伙呗。他是2025年7月6号在安徽合肥降生的，家里的日子比程毅过得稍微宽裕些，老爸老妈都是公职人员，还可以追溯到浙江宁波那边。小伙子从小和表演特别有缘，10岁那年在电视剧《我们班的歌》里当了个小男主。当时他压根没琢磨过将来要干这活，就是单纯觉得挺有意思的。到2025年，那小子凭着一张嘴进了中央戏剧学院的表演系，2009年一毕业就跟华谊兄弟签了约，正式开始混娱乐圈了。2025年，他参演了徐克导的《狄仁杰之通天帝国》，扮演了个叫陆离的国师。虽然出场时间不算长，但能和大导演一块儿整活，他心里乐得飞起。后来他参演了《国色天香》和《欢喜婆婆俏媳妇》，虽然都是些小角色，但一天天的也学到了些本事。2025年，他加入了于正的团队，出演了《王的女人》，当上了男主角罗峰。这部剧让他火了一把，人长得帅，
演得也挺溜，观众们都记住他了。2025年他简直风头无两，牛得不要不要的。在《陆贞传奇》里，他饰演高湛，那个情深意重却又憋屈的角色，演得恰到好处，瞬间飙升人气。那年他演了《笑傲江湖》里的林平之，还搞到了个最受青少年喜欢的影视明星奖，真是让人想笑啊。2025年，他在《神雕侠侣》中扮演杨过，虽然有人对他的造型连珠炮似的吐槽，但他演技杠杠的，顶住了各种压力。接下来的几年，他的生意稳得跟老和尚一样。2025年，他在那年花开月正圆里饰演的沈星移，虽然是个爱耍滑的公子哥，但他把这个角色演得有模有样，观众都乐意买单。2025年，他跟刘亦菲一起拍《梦华录》，演了个叫顾千帆的角色。这个剧火得不行啊，大家对他的古装样子和表演赞不绝口，竟然还拿了最佳古装男演员的奖呢。2025年，他在《尘封13载》这部悬疑剧里扮演了个老民警，转变角色的相当溜。2025年，他又上了《小日子》，演了个老百姓的老公，观众看得乐呵呵的。陈晓这10来年，基本上就像开车走直路，一下子都没拐过弯。他起步不赖，资源丰厚，演技也在线，这条路走得风生水起。这小子真是低调，不闹绯闻，天天埋头拍戏，观众都喜欢他。陈晓和程毅这俩伙计的缘分，从2011年的《王的女人》那阵儿就开始了。那会儿，陈晓就像是个小霸王，程毅是个跑腿的书童罢了。程毅那时候特别谦虚，总是抓住机会和陈晓聊演技，陈晓也毫无明星架子，乐意给他指点几句。拍戏的时候，程毅东奔西跑搞杂事，陈晓看着他那股认真劲儿，心想这小子将来肯定能出息。那场戏拍完后，两人就像风一样，东南西北各自溜达去了。程毅还在那儿跑腿，陈晓已经开始当主角了。几年过去了，陈晓已经成了大明星，而程毅依然像个墙角的转角一样，无所事事。直到2025年琉璃火了，程毅这小子才算是从梦里醒过来。从那以后，他的作品像滚雪球似的，接二连三的冒出来，地位直线上升，嗨得不得了。陈晓这小子可从没闲着，戏路越扩越大，简直像是长了翅膀。2025年，他们又在一个颁奖的场合里遇上了。程毅当时已经因为莲花楼火得跟个炸弹似的，上台领奖的时候那叫一个自信满满。陈晓在台下瞧着，心里肯定琢磨着，这演出真是个奇观啊。当年那个毛都没长齐的小跟班，跟他站在同一块地盘上了。活动的后台，两个人闲聊了几句，感觉特别投缘。陈晓后来在采访时说，程毅这小子真是个拼命三郎，当年就觉得他有种不服输的韧劲儿，能红到这地步，我一点都不惊讶。其实在娱乐圈，这种前后变化大的奇葩事儿可多了去。陈晓一早就火了，程毅是后来的霸道小生，俩人都在古装剧里站稳了脚跟。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点都不复杂，反倒像是志同道合的兄弟。程毅说，陈晓当年给了他大力支持，他心里一直热乎乎的。程毅这小子，这10来年从一个打酱油的角色混到古装圈的头牌，简直是靠自己硬生生磨出来的。他不是啥大人物，全靠拼劲儿和运气，硬是闯出个天地来。陈晓这小子早就稳如老狗，事业一路开挂，没停过。这两位，一个是从地上爬起来的英雄，一个是步步高升的榜样，他们的经历真是让人坐立不安啊。娱乐圈这地儿真是个惊喜盒子，你永远琢磨不出下一个火到不要不要的是谁。以后他们肯定还有新玩意儿出来，咱们就坐等瞧热闹吧。程毅今天这番德行，除了拼搏，还有点走狗屎运。他正好趁着古装剧火得跟大火锅一样，
捡了个漏。陈晓就是凭着手里的真本事和那些个资源，慢慢来，稳妥得很。两个人起跑线不一样，走的路也不相同，但在观众眼里都是老熟人了。他们的故事简直就是娱乐圈里的一出精彩大戏呀！